王，而是实力派的代名词。于正怒怼争议，掀起热议风暴。风暴起源，一条评论引发的舆论地震。在这个人人都有话语权的网络时代，一条看似普通的评论，有时候却能掀起惊涛骇浪。近日，于正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篇记录日常生活的轻松文章，原本只是与粉丝互动的小动态，却因为一位网友的留言，瞬间点燃了网络的火药桶。这位网友写道：白鹿的剧扑了陈都灵的巨大火。短短10几个字，却仿佛在2位当红女演员之间画上了一道隐形的鸿沟。人们瞬间明白，这是在用成功抬高陈都灵，用失败贬低白鹿。这样的言论不仅是对白鹿的不尊重，更是对演员努力的一种轻率否定。于正发声，捍卫的不只是白鹿，更是作品的尊严。面对这番带有贬低意味的评论，编剧于正没有保持沉默，他迅速回应，态度坚决，毫不退让。他指出，这位网友根本不了解剧集的数据和市场反馈，是典型的黑粉行为，故意贬低白鹿的演技和贡献。于正说的铿锵有力，白鹿不靠热度，靠实力，别拿陈都灵来踩白鹿。他不仅否认了白鹿扑街的说法，还用实际数据为他证明。他认为，白鹿主演的《北上》虽然不属于流量古偶类型，但在内容质量和广告吸引力方面远超贵女。热搜风暴，网络热议瞬间炸裂。于正的回怼不仅仅是一条简单的回复，更是一场舆论的引爆点。这条回应迅速登上各大社交平台的热搜榜，引起了无数网友的关注与讨论。有人支持于正，认为他是少数敢于直面网络恶评的创作者之一，也有人认为他的回应过于情绪化。但无论如何，白鹿与陈都灵的比较瞬间成为大众讨论的焦点，两个本应各自闪耀的名字突然被置于同一个天平上接受审判。成绩对比，数据背后的不同世界。很多网友开始拿出证据，以播放量为例，指出贵女的确在上线初期数据惊人，拥有更广泛的传播度。作为一部古装偶像剧，它自然更容易吸引年轻观众的关注。反观北上，则是一部现实题材正剧，讲述的是社会发展与人性碰撞之间的深刻故事。这类剧集本就小众，不以轻松剧情博眼球，而是以沉稳扎实的内容打动观众。但如果从广告资源和市场认可度来看，北上的表现却堪称惊艳。据统计，北上大结局1集的广告数量不仅创下新高，甚至打破平台的历史记录。这说明，尽管播放量不如贵女，但在商业价值上，北上已经赢得了市场的青睐。实力派与偶像派的分野之争，其实白鹿与陈都灵并非竞争对手，他们各自在不同类型的剧集中发光发热，是2种完全不同路线的代表。白鹿凭借多年来在演技上的深耕细作，逐渐摆脱流量标签，成为观众心中的实力派代表。而陈都灵则以独特气质和古装造型的加持，赢得了大量古偶粉丝的喜爱。一个擅长在严肃题材中塑造立体角色，一个擅长用美貌与灵气征服镜头，两者本不应被拿来一较高下。而网络舆论却常常陷入非黑即白的对立，忽视了演员所做出的艰辛努力与艺术追求。于正背后的深意，为演员发声，为行业呐喊。作为一位金牌编剧，于正对演员的成长过程再了解不过。他不是单纯在为白鹿鸣不平，而是在呼吁整个行业和观众应当用更专业的视角看待一部剧的好坏，而不是只看播放量的表面繁华。他希望观众能真正看到剧本的深度、演技的张力，以及剧中反映出的社会现实。这也是为什么他坚持为北上和白鹿辩护，不是因为亲近，而是因为信念。白鹿的坚持，在沉默中证明自己。在整个争议过程中，白鹿选择了沉默，而这种沉默其实是他一贯的风格。他不是那种擅长炒作话题的艺人，而是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在表演上。对于白鹿来说，与其浪费时间在回应质疑上，不如用一个又一个扎实的角色来向大众证明，他配得上现在的位置。我们常说作品是最好的发声，白鹿正是以此为信念，走出属于自己的路。
在北上中，他饰演的角色经历了人生的多重磨练，他通过细腻的演技呈现了角色从青涩到成熟的情感转变。观众能从他眼神中的坚定、语气中的压抑中感受到人物的内心世界，这种层次感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练成的。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影评人对他的表现给予高度评价。他没有依靠所谓的流量标签来博关注，也不靠一时的热度刷存在，而是一步步走稳每一个角色的脚印。他的沉默不是懦弱，而是专注；他的不回应不是逃避，而是一种更有力的回应，让作品替自己说话。观众的觉醒，我们该怎么看待扑街与爆红？如今，影视行业越来越注重爆款效应，很多剧集在上线初期便通过营销造势、明星话题迅速冲上热搜，而这在观众心中似乎成了好剧的唯一标准。播放量、热搜排名、话题讨论度，这些表面的数字常常让人忽视了作品本身的质量与深度。可爆红不等于成功，扑街也不代表失败。有些剧集虽然没有惊人的播放数据，却能深深触动观众内心，而有些爆款剧内容空洞，经不起时间的沉淀。观众正在逐渐觉醒，开始追求有温度、有内涵的故事。我们也应该摒弃对热度的盲目崇拜，学会从多个维度去审视一部作品。北上或许不如贵女热闹，但它所表达的社会责任感、现实意义，正是许多年轻人所需要思考的议题。我们需要这样的剧集，让我们从娱乐中找到思考，从故事中看到人生。观众的成熟才是行业真正进步的基础。留给行业的一面镜子，是非对错，数据不会说谎。在信息爆炸的今天，数据成了人们衡量一切的依据。然而，数字本身并不会说谎，但使用数据的人却可能带有偏见。贵女的播放量高，这是事实；北上的广告价值高，这也是事实。但问题是，我们是否能理性分析这些数字背后的意义？比如，北上在广告商眼中的吸金能力，说明了它具备稳定、成熟、影响力强的观众群体。这种商业认可其实比短时间的播放热度更能反映剧集的市场价值。而白鹿所代表的形象也更容易被品牌接受与信任，这正是他作为演员长期沉淀的结果。从行业角度看，这场争论也为整个影视圈敲响警钟，不能一味追求爆款、流量，而应该重视内容与质量。观众的喜好正在转变，未来的影视作品也应更加注重精神层面与现实价值。演员也需要走出舒适区，挑战不同角色类型，真正做到演而优则立。这不仅是白鹿的使命，更是整个行业的方向。风雨之后，愿我们更加理性看剧、看人。网络世界太快，我们常常忘记慢下来去理解一个角色背后的力量。希望每一位观众都能用更温柔、更理性的眼光去欣赏演员的表演，不被数据迷惑，也不被偏见左右。而对于白鹿来说，风波既是挑战，也是机会。他用沉默的坚持回应质疑，用稳步的成长证明自己。未来的他，值得我们拭目以待。感谢各位观众耐心观看本期视频。如果你也支持白鹿的努力，欣赏演员背后的坚持与奋斗，请点赞、评论、转发本视频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娱乐圈的深度观察与真实故事。你怎么看待白鹿与陈都灵的不同路线？你觉得一部剧成功的标准是什么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一起聊聊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